第312章天降横财。夜空之下，4道影子安静地闪掠着，沉默气氛在几人之间缭绕着。嘿，法老头，我们浪费了一晚上时间，就这样空手回去了。脚尖轻点在房顶之上，海波东终于是忍不住地开口问道。一旁家老也是点了点头，以他的性子从不会干这种空手而回的事。怎会是空手？我们不是已经知道那家伙的真实身份了吗？现在至少心中有了一些底子。清除海波东两人有些不爽的情绪，法玛无奈地摇了摇头，道：光知道有什么用？他明天不照样参加大赛？以他那般实力，再加上多年的炼丹经验，取得冠军并不会太难。家老皱眉道：哼，我们不是还有炎萧这3个小家伙吗？他们3人谁会没有底牌？说不定明天会出意外呢。法玛看了一眼后面的萧炎，笑道：你少装糊涂了，炎萧3个小家伙天赋虽然不弱，可那家伙毕竟是出云帝国公会的副会长啊，而且这次还是有备而来，他们3个取胜的几率很小啊。家老沉声道：若是一旦那家伙取到了冠军，不仅你们公会声望会大跌，而且连带着加玛帝国在大陆上恐怕也会被人嘲笑一阵。最重要的还是一旦成为冠军，那家伙就会越来越受人瞩目，到时候你就算想要中途截杀他，也会畏手畏脚。海波东也是补充道。落在最后，萧炎安静地听着前面3人的争辩，他清楚这种时候还是不插言为好。月儿那妮子的实力如何，我还不清楚。虽然取得前3甲不是很难，可想要夺冠，就算没有那突然出现的家伙，也是很有一些难度。至于柳灵，古河的确教了他很多东西，可他吃亏在年轻，经验根本远远比不上严厉。家老皱眉分析道，在他们3人中，也就炎萧能与那家伙相抗衡一下。不过我能肯定，今日严厉应该也是隐藏了很多实力，明天最后一轮比赛，炎萧恐怕也会落下风。法玛沉默，脸庞阴晴不定，眼瞳之中不断闪烁着。哎，法老头啊，你也该想点办法了呀。那家伙的参赛本来就已经违反了规定，所以你也不用再守着那些死东西，该干点啥就干点啥，只要别让那家伙得到冠军就好。海波东叹道。呼，长长的吸了一口夜空有些冰凉的空气，法玛闪掠的速度忽然变缓了下来，微微点头，轻声道：是啊，是要干点什么呀？加玛帝国炼药师公会传承了这么多年，可不能在我手中名誉扫地啊。嘿嘿，你知道就好。瞧得他终于开口，海波东与家老都是松了一口气，笑道。法玛皱眉沉吟了片刻，忽然转过头来望向萧炎，微笑道：小家伙，想必你今天是展现的实力并非是底线吧？闻言，萧炎一愣，抬头望着那笑眯眯的法玛，迟疑的道：法老为何这样问？那个的确是隐藏了一点。哈哈，我就知道现在的年轻人啊，怎么都好这一手。大笑了2声，法玛落后许些，拍着萧炎的肩膀，笑道：这一次大会与严厉争夺冠军，恐怕就得靠你了。法老说笑了，虽然我并不想长别人的威风，可你也知道，那家伙可是一个公会的副会长，我这初出茅庐的小子想要争过他，难啊。萧炎摇了摇头，叹道：自然是不可能全部依靠你，既然那家伙率先破坏规矩，那也就不能怪我了。法玛淡淡的笑道，旋即将目光投向海波东2人，你们2人先行回去吧，我带炎萧小友回一趟公会，有些事情得与他谈谈。听得法玛的话，海波东与家老一愣，旋即对视了一眼，微微点了点头，对着法玛拱了拱手，2人便是一东一西的闪掠而去，眨眼间便是消失在了萧炎的视线之中。望着消失的2人，萧炎将目光转向法玛，疑惑的道：法老，你这是？呵呵，跟我来吧。笑了笑，法玛展动身形，对着城市中央位置的炼药师公会闪掠而去，其后萧炎在略微踌躇了一下后紧跟了上去。2人一前一后，快速的在城市上空飞掠着，10几分钟后，没有惊动任何人的停在了炼药师公会之外。走！
对着萧炎说了一声，法码便是带头对着工会之内走去。虽然此时已是深夜，可炼药师工会依然是灯火通明，犹如白昼。在工会门口处，脸色冷漠的守卫正不知疲倦地监视着从门口处进出的所有人。当他们的目光忽然扫到那大步对着工会行来的老者之后，先是一怔，旋即身体猛然绷紧，眼露尊崇与敬畏地盯着缓缓而来的法码，对着门口的守卫随意地笑了笑。法码转头对着萧炎催促了一声，然后便是抬脚走进工会。听得法码那着急的催促，萧炎无奈地摇了摇头，旋即在门口那些守卫诧异的目光中紧跟了上去。自从他们在这里当守卫以来，可从未见过法码如此对待一名年轻人。行进工会，一路跟着法码快速地穿梭过几个庞大的区域，期间不少见到法码的炼药师都是面露敬畏的躬身退到一旁，而跟在法码身边，萧炎倒也是狐假虎威地享受了一把这等待遇。在两人行上楼之上，大厅中的那些炼药师顿时窃窃私语了起来。那个年轻人好像就是今天大会上的那个炎萧吧，看来他很受会长的重视啊。废话，他可是为数不多能够和那个出云帝国的灰袍少年争夺的人了，能不重视吗？如果这次他取得冠军，恐怕会成为我加玛帝国炼药师工会最年轻的长老了吧。唉，真是英雄多出少年辈啊！我这老家伙在工会混了一辈子，也才仅仅到达执事的级别。跟着法码一路行上工会的最高层，然后在一所房间之外停下。法码推门而入，萧炎也是走了进去，目光一扫，略微有些诧异。房间宽敞倒是极为宽敞，可却是显得有些古朴。几排书架靠着墙壁，一张显得古老的桌子孤独地矗立在房间之中。坐吧。在桌后坐下，法码对着萧炎笑道：点了点头。萧炎随意抽出椅子坐下，安静地盯着微笑的法码，半晌后方才轻笑道：法老，有事便说吧，若是在实力范围之内，炎萧应该不会拒绝。哼，想必你也能猜到，让你跟我来，主要是因为想要让你取得冠军的事。法码笑道：我也很想那道冠军的位置。萧炎苦笑着摊了摊手：我知道，点了点头。法码抚着胡须，沉吟道：明日那轮比赛考题并没有太大的玄机，基本是需要靠各自的真本事以及底牌。那轮比赛全凭自由发挥，所有东西包括材料都必须得自备，也就是说，明日的考核工会不会再给出任何药方，那得看你们自己的收藏是否有着在能力极限之内的合适药方。同时在具备药方的前提下，你自己的包里还必须有着炼制这种丹药的足够材料，如果没有，那就只能算你倒霉。法码摊了摊手，戏谑地笑道：靠！嘴巴缓缓张开。半晌后，萧炎忍不住地骂了一声：如果今天法码没有给自己提前透露，那明天的考核他所能炼制的最高级别药方，也就是要老偶尔传出来的一些3品药方，可这种等级的药方明显很难胜过严厉、小公主、柳玲这些收藏丰富无比的家伙。虽然这种考核有点偏向运气的成分，不过运气也是实力的一种，所以法码笑了笑道：按照我的猜测，那严厉应该收藏着有4品药方，再以他身为副会长的身份，材料也应该很齐全。4品？以他的实力，应该能够炼制5品丹药的吧？萧炎皱眉道：能是能，不过失败率太高，所以明显不适合那种比赛。就算是4品，我貌似也没办法，不怕你笑我寒碜。我现在身上能够在我实力范围内炼制的药方，最高也只是3品，而且很多还是材料不全。萧炎叹息道：哼，这我能猜到。法码笑着点了点头，望着萧炎：叫你来，自然是需要你胜过严厉，所以药方以及材料的问题，我可以帮你解决，不过前提是你必须要有把握炼制它。那我需要大致看一下药方是什么等级，以及需要什么要求。闻言，萧炎心中略微有些窃喜，以炼药师工会的财力拿出来的药方，定不会是那些普通东西，能够免费学到手，那自然是天降横财。药方绝对不会让你失望。这卷药方虽然只是4品，
可论起价值的话，绝对不会比五品药方低，甚至还有甚之。砝码淡淡的笑了笑，起身走进书架之后，过了半晌，手持一卷漆黑如墨的卷轴，缓缓走出。喏，看看吧，我想你应该会喜欢。抚摸着卷轴古朴的表面，砝码笑着将之递了过去，双手接过卷轴，萧炎小心翼翼地将之摊开，目光缓缓地在卷轴表面上所记载的一些信息上扫描而过，半晌后轻吸了一口凉气。太贵重了。